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上面講特別來賓：顏衛慈議員、蘭萱小姐、謝龍介委員、王鴻薇委員、唐湘龍先生。中東停戰暫停60天，繼續在談判。川普說，伊朗已經通知美國，承諾不向通行荷姆茲海峽的船只收費，不收費了哦。而且收費的話，川普講過，我美國來收才對啊，怎麼給你伊朗收呢？那布蘭特原油最高收到了$120，戰爭以來第一次跌破$75，所以看起來大家覺得說油應該沒問題了，雖然現在還是有點緊迫，但是呢應該沒問題了，價錢就跌了經濟上都是預期的都是預期的。那伊朗戰爭引爆亞洲塑膠的包裝荒，為什麼？塑膠原料是石油煉油工業來的，食品漲價壓力高。馬來西亞越南說呢，這個塑膠包裝成品上漲了50%，漲那麼多，包裝材。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這個產品價格就是塑膠容器漲了20%，成本提高然後這個產品漲價。那甚至有的地方還沒有還缺貨。那到底伊朗這個它的做核子彈的這些原料，到底能不能受到檢查？國際原子能總署說，美伊協議我們看的是白紙黑字，所以我們勢必要去檢查它。但伊朗否認，伊朗說哪有，我哪有同意？沒有同意它。尤其是這2年被被美國跟以色列轟炸的這些核設施，不給你檢查。2種可能，一種是我都被你炸光光，你還檢查什麼鬼啊？一種是我已經偷偷把它弄得差不多修好了，這不給你看那荷姆茲海峽重開，但是有3個議題還是有分歧。第一個就是呢，這個到底誰能夠去檢查這些核設施？第二個呢，解凍的資金，川普說只能買美國的產品跟農產品。伊朗說，那麼我的錢我要用什麼？就是我的這個主權，我要買什麼是我的，關你美國什麼事情？那另外呢，就是這個黎巴嫩的南方，到底以色列還能不能炸？已經占領地方要不要退出？那以色列還不要去支持真主？那個伊朗還不要支持真主港？還是有爭議的美國繼眾議院以後，參議院昨天限制川普對伊朗動武，50比48票，4個共和黨議員跑票。那川普很火大，川普說呢，不具約束力，是跟廢紙一樣，講得很難聽，說這個不是法律案你們的共同決議，因為共同決議呢像廢紙一樣。川普說為什麼呢？對我沒有約束力嘛，說我根本不理你所以呢，這個白宮就跟國會這樣槓起來了那另外呢，這個戰爭這個權利法案就是讓川普不能再派兵，有4個共和黨參議員倒戈，所以呢，川普說讓伊朗看笑話嘛，你共和黨你還不團結一致不讓伊朗看笑話嗎？然後呢，這個24號，川普跟共和黨議員進午餐，然後呢罵這個卡西迪說呢你坐下，你坐下。那這個議員說呢，說你不能命我坐下，我為什麼要坐下為什麼？因為呢，這個是路易斯安那選出來的參議員，他當時建議要彈劾川普，所以川普恨他恨得要死，在共和黨裡面是反川的，所以在共和黨的初選，川普就支持另外一個州的一個議員，把這個聯邦參議員幹掉了，所以他一下子也不能再選議員了，他當然也火大了，新仇舊恨，所以那2個站起來吵架很難看了白宮跟國會要追加$876億，說因為呢伊朗戰爭花了這麼多錢2兆多台幣了那另外2.8兆，所以呢打這個伊朗也花美國不少錢好，這個民調那美國Ipsos 的民調呢，到底多少人認為說戰爭值得的？24%認為是值得的，1/4。我想裡面猶太人佔很多，50%是不值得的，幹嘛去打這一仗川普的施政支持度，就任的時候第2任47%，現在掉到34%，掉34%你選舉選不上的那另外呢，美國對伊朗更強勢23%更弱勢35%。我們看一下。從阿曼望向荷姆茲海峽，可見多艘船舶航行。因為阿曼政府與國際海事組織共同制定撤離計劃，疏散滯留海峽的1.1萬名船員，同時郵輪運輸也動起來。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荷姆兹海峽重啟，中東危機大幅降溫，因此油價、金價都走跌。黃金現貨已跌破$4000，觸及7個月新低。國際油價幾乎跌回戰前水準。布蘭特原油週四跌向每桶$73，西德州原油也在每桶$70附近。然而，川普不滿，美國的石油巨頭們還在哄抬油價。We should be, in my opinion, at $2.25 right now at the pump, and we're higher than that. And we are doing a big investigation on it. Yeah. 同時，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走訪波灣國家，從阿聯、科威特將再到巴林，都是被伊朗嚴重襲擊的盟友，傾聽他們對談判中美伊諒解備忘錄的意見。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美伊談判的窗口期，以色列還在襲擊黎巴嫩真主黨據點。הודענו שבכל מקרה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ונכון לרגע הזה, וזה הישג מדיני, אין דרישה אמריקאית מישראל לסגת מלבנון. 以色列真主黨持續交戰，美伊最終談判就怕有盟友扯後腿。來，龍介兄，打仗的成本是很高的。你可以從美國再算賬，這追加2.8兆不是這樣就完了，它還有很多仗，那還要去補已經打完的這些彈藥，所以就想想台灣嘛，我們現在在吃這個 AI 經濟的紅利，這本來可以吃20年以上，那如果你不珍惜和平，這個戰場啊，美國這個賬算得這麼嚴重啊，支出這麼多啊，還戰場還不是在他的本土哎，那如果是戰場是在他的本土，那又不一樣。你看看到處的斷垣殘壁，所以當打了一圈回來，又回到原點。美國的媒體啊，針對這一次的協議啊，坦白講是講得很難聽的，就類似投降。所以川普也很啊，對不對？你怎麼可以這樣評論呢？可是你看一看。伊朗願意跟你簽署以後，當然他本來是提出你要對我戰爭賠償4000億，後來沒有談到這個用建設的戰後的建設3000億美金，真的就都到3000多億了，將近4000億美金。當然不是從美國掏啊，他就從中東這些需要美國保護的這些人，就你們要拿錢出來幫助伊朗。那伊朗第一階段呢，他又拿到了這個。就是凍結他原本被凍結的資金，把它解凍，大概也可以先拿到200多億。那美國就來了，然後買糧食啊，因為你戰後要需要很多糧食啊，對不對？那你要買一些用品啊，通通要我這邊來。伊朗不答應，他說，但這個還在談，我想會一部分對美國採購。那一部分呢，伊朗會自己去應用，而且他對他的重建很堅持。第一個堅持就是我一定要有中國大陸來介入，因為他很簡單嘛。如果美國要介入幫我重建，我也不反對啊。可是，一棟大樓，假如我發包給中國大陸一個基礎建設，可能要10億，但是發包給美國大概要35億，所以大家都會算賬嘛。那當伊朗回到這裡的時候，你看從所有的，尤其是這個 IAEA， 他說一定要去檢查。伊朗講得很清楚了，因為當時以色列跟美國是你們對全世界公告，我哪些離心器這些萃取的這些濃縮鈾已經被你毀掉了，所以當然這個我就不跟你講，我都被毀掉了還檢查什麼？所以那一些他現在那一些不必檢查，也不會讓你看了。但剩下有多少可以公開的？如果在這一邊伊朗都沒有做一部分的妥協了，可能美國就後面60天以後，這個就會有一些變化。但是大概各國現在的觀察都在看，這個也不是最大的難題。所以整個這一次的協議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川普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然後你看看啟動。把川普綁在同一架戰車上面，啟動這一次戰爭的納坦雅胡。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談過，最早
你一個被貪污調查的一個總理，然後為了這個司法官司，結果最後你啟動了在中東這個戰爭，那坦白講，以色列是對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力。那川普上了這一部戰車以後，再回來看看年底的選舉，影響了整個結論。你說川普生氣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面對，在你的國家體制裡面，就是要面對選票。所以年底就要投票了。如果你不終止這一場戰爭了，恐怕再拖個1個月，那整個會全軍覆沒。對共和黨的選舉是非常不利，從各式的民調來看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回頭來看看台灣，和平得來不易啊。就是說，你如果在和平的發展道路上，我們坦白講，我們跟韓國現在的這個趨勢，整個 AI 大爆發的經濟紅利，台灣是吃最多的。哦，那這個可以延續最少有20年，如果我們好好珍惜，啊，那現在就看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有沒有這個智慧吧。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歷史上最大的環太平洋軍演。哦，以夏威夷為中心，哈，2年舉辦1次。指揮官說，我們是為了用實力追求和平。好，你看他這個環太平洋這種軍演，好像對我們來講，我們覺得很重視的。為什麼？因為我們被邀請，被邀請就不會重視了，懂嗎？參加了31個國家，結果呢，在夏威夷，他們今天開幕，這軍演開幕舉行記者會，去了10幾個記者，一半是台灣的。就你知道這個意思？31個，在每個國家派一個31個，人家根本派都不派。而且在夏威夷，美國記者很多，美國本土夏威夷記者也很多，人家也不去，去了10幾個，一半是台灣，10多家媒體有提問了，一半台灣啊，所以換句話說，台灣關心了。為什麼關心？為什麼不邀我去？就是這樣啊。好，那麼以前有邀記者去，記者有拍，結果真的軍人沒被邀去啊。所以美國天天講對我們好，對我們好，這好在哪裡呢？在這種關鍵時刻，他不邀你啊。哦，盛大登場，結果這是南韓的海軍少將第一次擔任指揮官，哦，沒有過南韓呢，哦，出來當指揮官。那另外呢，31個國家，夏威夷國防部長說我們沒有參與，因為一直被問嘛，我們有沒有去呢？不是對我們很好嗎？不是要協同作戰嗎？不是要聯合作戰嗎？顧立雄說：“哎呀，不要管環太軍演了，我們更要關心堅毅之龍、勇敢之盾。”不管呢，龍也好，盾也沒邀請你參加，有邀請你嗎？堅毅之龍是呢島嶼作戰，聯合作戰，美國跟日本合作，島嶼就是台灣島嘛，怕被拿下來，琉球啊。勇敢之盾啊，規模更大，有澳洲，還有海空聯合作戰，哦，所以還不要管環太平洋了，我們應該注意這2個。另外呢，最近 AIT、G7 哦，7大工業國，英法德國都關心。中國台海會不會被中國侵擾、被大陸了去破壞台海的這個和平？民進黨說：“你看，國際都知道誰是麻煩製造者，因為現在關心台海了啊。”那另外呢，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前夕，我們就公布福建號航母經過台灣海峽，說我們監控到了它的航母經過台灣海峽。我們看一下。Our theme this year is partners, integrated and prepared. 重申今年的主題，環太軍演夏威夷時間24號正式開幕。不過，首先也做出駁斥。RIMPAC is not about any one particular country or a deterrent for any one particular country. Partners, as you can see standing up here, partners achieving a mission of interoperability, the maritime mission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軍釋出2栖突擊艦艾塞克斯號進入珍珠港的視角，與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一起參演，要展示沒有受到中東戰場影響。We have an experimentation portion of RIMPAC, which has about 30 to 35 experiments that we utilize unmanned systems throughout RIMPAC. 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ose specific systems that we are testing, but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RIMPAC operation. 超過3萬名人員將會參與今年的 RIMPAC， 這個數字呢比往年還要更多。而今年同樣的再度強調的是要維持開放自由的印太地區。TVBS 特派記者去了，來，香龍。
剛主持人把所有的這一次的印太的軍演當中，我們真正該看懂的，大概就已經講，就是我們認為那是31個國家的環太平洋第30屆每2年一次美國帶頭的盛大的軍演，代表美國在太平洋同盟體系的大團結，每2年秀一次。但是當他記者會的時候，幾乎沒有記者到場，大家呢聊備一格，去的呢是大部分是台灣的，那代表什麼？就是你從台灣的視角去看一些的國際新聞的時候，台灣會把自己的主體性呢，從這些視角呢無端的放大到不成比例，而認為那個軍演非常的重要，他應該邀台灣參加，沒有台灣參加是不對的。好，兩件事，第一個就是因為今年第30屆，表示他已經辦了60年，那你可以推算这是一個冷戰時代的產物。是在過去的時候呢，美國呢簡單的呢以夏威夷的珍珠港為中心秀肌肉之後呢，在當時，那中國呢沒有海權的力量，俄羅斯呢基本上的重點呢都在歐洲的部分，所以在這個地方呢，隨便你怎麼演呢，耀武揚威呢都沒問題。但是現在到了21世紀的今天，它21世紀呢這個地緣上面最大的改變就是中國的海權起來了。中國的海權起來，同時成為全球最大的海軍。你在看待呢環太平洋軍演的時候，31個國家參加，號稱的最多國家參加，但是只有40條船，除下來之後，每個國家呢只有1.0幾條船。你認為這是一個怎麼樣的軍演？而且我告訴你，大部分的國家連船都沒有出，大部分的船呢都是美國自己的船，連歐洲來的呢都是小小的派一條2-3千噸的巡邏艇參加一卯一下，敷衍美國呢，給美國撐面子，那個味道呢是非常濃厚的。第二個，我覺得台灣的媒體不要裝。當你問說呢，為什麼沒有要台灣參加？我告訴你，只要台灣參加，就不會有31國。裡面呢，大概有呢，起碼有27、8國不會參加。只要有台灣參加，這裡面我不敢說31國都不參加。只要台灣說美國邀我了，我參加了，那這裡面起碼會少掉27、8國，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甘冒着跟中國跟解放軍翻臉的風險參加一個有台灣參與的軍演。台灣為什麼四面都是海，可是軍演呢都是呢孤零零的，我們自己辦，只有漢光演習。請問你看到台灣跟哪一個國家聯合軍演過？他就告訴你，一個中國的威力在許多你看不到的地方呢，它是無孔不入的。好，今年呢把這個海上的就是說呢這演習的指揮權呢交給韓國，這第一次。但是如果你把今年呢美國上半年2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軍演，你看到剛結束的菲律賓的肩並肩的軍演，肩並肩的軍演呢，今年的海上聯演的部分指揮權交給誰？交給日本。而呢這個時候環太平洋軍演指揮權交給誰？交給韓國。那美國呢？美國已經退到後面去了。美國對他一年呢上半年最重要的2個大規模的軍演，因為肩並肩的軍演呢7個國家，這次31個國家都是多國的聯合軍演，但是美國呢都不帶頭，美國都退到後面去。美國正在悄悄的從第一島鏈呢在退場當中，把指揮權呢交給韓國，韓國呢扛着呢 RIMPAC。30個國家第30屆的聯合軍演，可是你要知道，指揮權雖然在韓國的這個少將的手裡面，可是韓國的總統李在明上任之後呢，大家問他說呢，有關於台灣有事，韓國到底有沒有事？他的反應用直白的方式翻譯就關我屁事。基本上面他是不會參與。你認為一個韓國總統的表達重要呢，還是一個呢美韓聯軍當中的少將指揮官重要？因此今天呢，不管是誰來帶頭，他沒有條件，也不可能去參與呢在亞太地區跟任何台灣有關的軍事衝突。這是呢看這場演習呢該有的第3個認識。最後呢，你與其呢去看每2年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最後呢目的無非拍那個定光照。今年呢，如果真的會很在乎，是因為今年美國建國250週年，川普把每件事情呢都要搞得盛大一點，為他的選舉造勢。但是你如果真正要看的是，現在呢除了剛剛呢美日的這2個軍演呢，在調整了日本，慢慢的呢把日本的安全問題呢交給日本，這是這2個軍演堅毅之龍、勇敢之盾演習內容當中呢你該關注的。但是如果接下去要看呢大太平洋當中的海權的實力，那不妨看看今年
今年呢，中俄之間的海上的聯合演習還沒有開始，預計呢，在這一次的環太軍演之後，你大概就會看得到，那個時候呢，是你檢視太平洋當中的海上到底誰說了算，那個時候呢才看得準。其實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因為它很重要。但每2年，我們大概就會有一個議題，就是說台灣會不會參加，甚至有的時候會講說，哦，不排除台灣參加，但是台灣從來都沒有參加過。那這個軍演當然其實就是劍指第1島鏈、第2島鏈，當然符合現在參加包含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利益。但是很關鍵的，在第1島鏈最關鍵的位置就是台灣啊。那另外一方面都在講說，這些都是跟我們是盟國，而且這個台美關係多麼的友好。但是在這重要的軍演，台灣往往就是缺席。那當然會有一些問題，因為包含一些這個美國的智庫，或者是美國的一些前軍方人員都有講過，就說。今天，如果美國認為台灣的位置還有台海現在的情勢這麼重要，可是，在美國也好，或者我們跟其他日本、韓國從來沒有做聯合軍演的當下，也就是說，未來如果發生戰事的話，那麼會有很多的後遺症。好，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嚇阻的力量。這個嚇阻力量，當然就意思就是說，對中國有嚇阻力量啊，沒有辦法分享情報啦。然後這種軍演，有時候你真的如果臨時大家要聯合作戰，可能大家互相都打來打去，友軍可能誤傷。所以就是說，今天一方面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國都表達台灣的位置非常重要，然後跟台灣的軍事的同盟關係也非常重要。可是，在軍演的部分，卻從來沒有從來沒有邀請過我們。那我也要特別講，就是說，其實現在台海的情勢，比如前一陣子大家都在講說維持現狀，大部分的台灣人或者美國都認為要維持現狀。可是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真的有在維持現狀嗎？當年誰是第一個講說維持現狀？就是蔡英文。蔡英文為了要總統選舉，因為他在這個兩岸關係，他一定要贏得大部分民眾的支持，所以他說維持現狀。那他要維持現狀，維持誰的現狀？當然就是馬英九政府時候現狀。馬英九當時的現狀，在軍事上，我們有沒有海峽中線？有啊，當時共軍是不會跨越海峽中線。請問一下，海峽中線現在還有嗎？已經沒有人在提這件事情了。503航線還往西側移了10公里。對，沒有錯。這時候當時在馬英九政府時代，好，在這個蔡英文時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中共的軍艦有沒有到台灣東部去這樣子的一個巡邏，而且還在執法，還可以對外國的船隻來詢問，有沒有？沒有嘛。所以當時蔡英文的現狀是什麼呢？蔡英文的現狀是共軍的軍艦是不會到台灣海域那個東部海域的，可是現在到東部海域如入無人之境，而且是直接的執法呀。所以我要講就是說，在這樣所謂我們不要再很單純、很天真的以為說我們現在維持現狀，在台海的一個關係裡面。現狀早就已經被打破，而即使是如此，那每一次我們在講這些重要的軍演，台灣仍然是無份哈。然後我們的這個顧立雄大部長也只能讓大家用一個精神安慰法啊，沒有參加那個沒有關係啦。我們看什麼之盾啊，什麼之龍啊。不過就如同剛剛趙大哥所說的，我們關注什麼呢？我們今天是媒體嗎？請問國防部是媒體嗎？如果要關注，那真的要有參與，沒有參與，說實在，我們只是變成一個媒體的角色。休息一下再回來。